Hello， 大家好，我是宇王，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6款目前市面上100元左右热门的风冷散热器的对比评测。众所周知，大部分的电子数码产品价格越低，各个厂商之间的竞争就越为激烈在散热器这个领域也不例外。从早些时候1、2家厂商独大发展到现在，100元级别散热器的市场可以说是百花齐放了。而这个级别的散热器又是大部分人装机的首选，产品一多就很容易看得眼花缭乱。我在后台也偶尔会收到观众的私信问散热器应该选哪一款比较好？再加上最近我们的淘宝店铺准备上架一批新的主机，正在物色价格合适、性能强悍的散热器于是就有了今天这个视频。好了，废话不多说，马上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参赛选手。首先就是九州风神的新版玄冥400，在更换了扣具设计和升级了鳍片工艺以后，新版的玄冥400据说再也不用滴血认主了。新版目前京东售价为89.9块，是这一次测试中最便宜的那几款之一。升级后的具体性能表现令人期待。超频3的东海 X5， 京东售价同样为89.9块，它在本次的测试中算是比较有特色的一款，无热管散热还有顶盖，看上去是挺发力浮躁的不知道这些设计对散热性能有多大的帮助。同为89的还有酷冷至尊的 T400i，T400i 也算是早几年100元风冷散热的巨头之一了不知道这一次测试能不能保住晚节呢？另一款则是受到了很多用户喜爱的大镰刀赤兔马，虽然 Size 是来自日本的品牌，但是实际上赤兔马是大陆的土狼代工的是马甲型号。对比原版，热管增加了镀镍处理。对比几年前，赤兔马还是老样子，并没有进行什么改动。考虑到它在用户中呼声也不低，因此也加入到了本次的测试中。目前淘宝售价为99元，加6块钱就能加配 TF4 硅脂，所以 TF4 在本次的测试中将会作为赤兔马的原装硅脂来使用。雅骏 G3 作为最近才杀入100元风冷散热这个竞争领域的新力军，一经推出就广受关注。京东不搞活动时的售价为119元，附送了自家的 W13 硅脂。作为新品，这个价格中规中矩，不过考虑到这是雅骏打头阵的产品，它的性能还是很让人好奇的。最后一款就是利明的 AS120单风扇版，最近利明铺货的手段可以说是有一点狠了，基本上各个价位都能看到它的身影，让我们挑选评测对象时也看得有一点纠结。和这次测试价格段位比较接近的是 AX120 和 AS120 这两款，其中 AX120 贵了10块，多了个铜底。不过我们看了一下其他人的评测，它的性能对比 AS120 也没有明显提升，所以就还是选择了便宜的。目前 AS120 的售价为129元，在本次测试中价格是最高的不过要说明的是 ，AS120 附送的是 TF7 硅脂和 TL-C12 风扇这样算下来的话，会有一种本体才是正品的感觉。另外，重点说明一下，本次测试的所有产品都是我自费购买或者是从肥仔那里抠回来的赞助商只有我们自己的店铺一王的藏宝阁。那么参赛选手已经全部介绍完毕了，接下来马上进入正题，开始对比。第一个要对比的就是散热器的外观以及设计细节。6款散热器本体最高为155毫米，因为都是使用12公分风扇的散热器，高度差距其实不大，现在大部分的 ATX 机箱都能兼容了。重量方面，最重的是雅骏的 G3， 达到了655克，其次就是利明的 AS120 的623，其余散热器均没有超过600克。过来是底座，本次测试的6款散热器里面，除了 AS120 是特意挑选了热管直出的版本，就只有雅骏 G3 是使用了100元级别上不常见的铜底镀镍，其余的散热器都是这个价位标配的铝底加热管直出。做工方面，东海 X5 能感受到明显的凹凸感看样子应该是故意做成这个样子的。其余的散热器底座和热管都在同一平面，只是酷冷 T400i 摸上去能够感觉到明显的粗糙感不过涂了硅脂以后，应该对散热影响不大。这里就要给利明 AS120 一个好评，它的底座和热管打磨得十分光滑，甚至不输 G3 的镀镍底座，摸上去就像是少女的肌肤一般这个工艺可以说是非常不错了。过来就是本体方面，升级过工艺的新版玄冥400确实没有了滴血认主的感觉至少我们的文案小哥作死的盘了它很久以后双手依然健全。其他的散热器情况也基本一致反倒是赤兔马的鳍片摸上去有明显的割手感，一不小心的话也是有可能会见红的。热管除了东海 X5 以外都是统一的4热管配置全部使用川 fin 工艺。其中 G3 AS120 和赤兔马的热管有镀镍，美观之余可以减少腐蚀，延长使用寿命。东海 X5 虽然使用的是5热管，不过实际上是3根 U 型热管和2根 L 型热管所以其实应该算是 4.5 或者4 Plus。
说完外观和设计，散热器的扣具也是很重要的环节啊。本次所有参与测试的散热器都是标配了双平台的扣具，除了 T400i 啊，如果想要支持 AMD 平台，就得购买 T400不带 i 字尾的版本，价格就要去到129了啊，这一点要给个差评。虽然第三方店铺也有 T400i 专用的 AMD 扣具卖，只要20块钱啊，加上本体就是109啊。不过这方面我觉得还是要一视同仁会比较好啊，毕竟现在 AMC 平台的用户也越来越多了。然后也顺便介绍一下其他散热器的安装情况啊。根据测试小哥的反馈，新版玄冥400虽然增加了背板比之前可靠了，安装却变得极其繁琐，不管是在 AMD 还是在 Intel 平台上啊，螺丝都要转非常多下。而赤兔马 AS120和雅骏 G3 使用的都是中高端散热器上比较常见的扣具结构，背板都是金属的，扣具做工都不错，装好之后也很牢固，5星好评。T400i 在 Intel 平台上则是中规中矩，虽然是塑料背板，但那也是背板啊，固定好之后效果也还可以。东海 X5 在 Intel 平台上用的还是老旧的无背板圈圈卡扣式扣具啊，不过起码安装起来还算快捷。但是在 AMD 的平台上，东海 X5 力压玄冥400成为了最难安装的散热器。虽然只是简单的卡扣式的安装，但是扣具要用非常大的力气才能压下去，而让人有一种要把 CPU 压烂的感觉。因为测试用的是3900X，以至于测试小哥一直不敢太用力啊，折腾了好久以后才勉强装了上去啊，事后也跟我们吐槽了好久。最后要说的就是风扇了，本次测试中全部散热器都会搭配原装的风扇，这些风扇都是使用4拼 PWM 接口的。另一名使用的还是自家的 TL-C12 1500转的最高转速，是这次测试中标称转速最低的2个之一。然后同样1500转的还有赤兔马的原装风扇。雅骏使用的也是自家的 M12 风扇，最高转速1550，接着就是1600转的 T400i、1650转的玄冥400和1800转的东海 X5。不过要吐槽一下的就是东海 X5 的风扇在揭开表面的标签以后，底下还有另外一个标签，看上去有一种贴牌的感觉。最后放一张全部风扇标称最高转速和实际测试最高转速的图啊，通常风扇标称的偏差会在正负10%以内，这些风扇都是符合预期的。其中只有 T400i 的风扇转速比标称的低比较多，刚好踩到负10%，对性能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啊。再强调一次，这些散热器都是我们在京东或者是淘宝上面购买的啊，所以只能说酷妈比较倒霉了。不过后面我们会有所有散热器的风扇固定到相同转速的测试，所以 T400i 还是有机会的。那么散热器的细节介绍完毕，接下来就让我们开测啦。要说明的是，这次测试会在双平台上面进行。Intel 平台使用的还是我们熟悉的老伙计啊，就是那个开过盖更换了液晶的 i9 9900K。主板使用的是技嘉的 Z390 Aorus Pro Wi-Fi。为了让所有散热器都能压到一个合适范围内的温度 ，CPU 频率会手动固定为 4.6 赫兹，电压设置为 1.125伏，关闭核显，开启防掉电压保护。至于 AMD 方面，使用的只是一颗普通的 3900X， 主板使用的是微星 X470 Gaming M7 AC， 频率固定为全核心 4.2 赫兹，电压设置为 1.3伏，同样开启防掉压保护，主板 BIOS 版本为最新版。以及正如前面所说 ，T400i 是没有附送 AMD 的扣具的，而我们买的时候也忘记加上了，所以在 AMD 测试项目中 T400i 是没有成绩的。另外两个测试平台均使用真普通量级卡 GT710， 这玩意的发热量肯定是影响不到 CPU 的，内存和电源影响不大，这里就不再赘述了。测试时全部平台都会使用 IW64 单烤10分钟以上的 FPU 啊，因为不像水冷不需要等水烧开，所以10分钟已经完全足够了。具体使用的硅脂后面会有详细说明，主要是7921。硅脂涂法对散热器性能影响微乎其微，这一点已经有大量论证了啊，这里就不再啰嗦。时间跑满后会截3次图，每次截图会间隔一定的时间。Intel 这边会取3次结果中所有核心的温度的平均值作为最终成绩，而 AMD 平台只会返回一个 CPU 温度数值，但也是记录3次再计算平均。本次测试全部会使用开放平台，并且在关了门的小黑屋中进行。Intel 平台测试的时候，室温会使用空调控制到20度。AMD 平台测试的时候，因为不是同一天，气温上升了，空调不够力，就只能控制到25度。最后要补充的就是，我们在测试中已经是努力的进行了变量的控制，但毕竟不是专业的恒温实验室难免会产生一定的误差。而且在实际的使用中，散热器的性能可能会受到机箱的风道、安装的手法、环境天气以及散热器的体质等各种因素而有所出入所以这一次的测试结果、测试数据仅供大家参考。首先，第一轮测试是在 Intel 平台上，所有风扇均使用最高转速运行。
考虑到本次主要是测试散热器的极限性能，而各个厂家的硅脂质量参差不齐，所以第一轮先统一使用7921硅脂进行测试。从结果可以明显看到，在7921硅脂加风扇满载这个条件下，雅骏 G3 的温度表现可以说是处于绝对领先的位置。在1度就能算吊打的今天，雅骏 G3 这个表现可以说是把这里的其他散热器按在地上来回摩擦了。排在第二的是利明 AS120， 不过核心平均温度也还是超过了70度，相比雅骏还是差了不少。与利明接近的就是新版的玄冥400，差距仅为1度左右，然后依次为赤兔马 T400i 和东海 X5，热管最多的东海 X5排到了最后，这一点还是比较意外的。第二轮测试依旧是满载的风扇，不过这一次的硅脂会换回原装的，是因为考虑到有些观众对于原味有一定的需求，同时也考虑到并不是所有人都会额外花钱再购买新的硅脂来使用，就想看看在原装硅脂下各个散热器的性能发挥到底如何。在原装硅脂加满载风扇的搭配下，第二轮测试出来的结果跟第一轮的没有什么区别，不只是排名，甚至是温度也没有太大的变化。会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可能是原装硅脂和7921的性能接近，又或者是当发热量达到一定的程度以后，散热器的性能就已经先达到了瓶颈。总之，放在日常使用中的话，影响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了。当然耐久度我们没有办法测试，所以可以先用着原装硅脂，觉得不行的时候再去更换。第3轮的测试里面，我们依旧会使用7921硅脂，但是会将风扇从满速限制到1200转。现在越来越多人在挑选硬件时会将静音纳入考量因素，毕竟谁也不愿意工作游戏的时候旁边有台直升机随时准备起飞。根据我们的经验，12公分的风扇调速至1200转放到机箱内，基本上就听不到什么噪音了。风扇转速调整后，成绩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起码比换硅脂明显，不过名次和之前基本相同。其中 AS120 和 T400i 的成绩和满速时相差很小，只有1度左右。这两款散热器看起来对风扇转速的要求没有这么高 ，AS120 和 G3 的差距也缩得很小了。而其他4款散热器在降低转速之后，温度上升会明显一点，但也只是2度左右而已。适当的降低散热器转速来获得更好的静音效果还是可以的。最后一项测试自然就是大家久等了的 AMD 平台，这里因为时间的关系，而且部分厂商赠送的原装硅脂分量比较少，一下子就用完了，所以 AMD 平台只测试了7921硅脂加风扇满载的情况。因为3900X是12核的处理器，加上当时气温上升了，因此在温度表现上要比9900K 高上一些。而这一次，利明终于翻身做主人了，以75度成功拿下了第1名。雅骏 G3 以1度之差屈居第2，不过第3名的新版玄冥400和 G3 比也只差了0.25度。接着就是赤兔马和东海 X5 了，在 AMD 平台上，这两位可以说是难兄难弟了，双双达到了79度。虽然也在能用范围内，但是确实是比其他3位要逊色一些。另外，锐龙3代平台上散热器众生平等的说法确实有一点道理，这几款散热器的温度差明显比 Intel 平台那边要小了很多。那么温度测试完以后，就剩下最后一个大家也很关心的问题，那就是各个散热器在风扇满载时噪音的表现。可以看到，测出来音量最低的是赤兔马，而最少的是雅骏 G3。想要变强，果然还是要付出一点代价的不过这里要说明一下，这个噪音的测试是在一个特别安静的、更小的小黑屋中进行的，而实际上40分贝算是正常的室内环境音，人耳听的话，几个散热器的差别并不大，不会对实际使用有太大的影响。如果综合前面的温度成绩的话，这一轮胜出的无疑就是利明 AS120 了。在静音的情况下，能够保持不错的散热性能，这个表现确实是可以的。最后就是总结时间，升级过后的玄冥400虽然没有了滴血认主，不过新设计的扣具安装却变得非常的繁琐对于个人用户来说可能没有什么当然对于需要大量装机的人来说就很痛苦了只能说是有得也有失。而升级后的玄冥400的性能在当前版本的环境中也不算是很突出不过算上价格的话也还是可以接受的前提是你可以忍受它反人类的安装。至于赤兔马和 T400i 并没有进行工艺的升级，和过去并没有太大的改变虽然它们可能是昔日的强者，不过在当今的市场，无论是价格还是性能都已经有所落后了，和一众新品相比多少有一些力不从心。东海 X5 在这次的测试中可以说是荣获了体验最差的散热器这个称号无论是落后的扣具，在 AMD 平台上面较差的安装体验还是略显缩水的无热管又或者是相对于其他散热器较差的性能表现，可以说是除了价格以外，实在是让人生不出购买的欲望以及外观我也觉得挺丑的。
而另一名的 AS120前段时间强势杀入了100元级别的散热器市场，一度非常的火热，凭借着强劲的性能，把一众前辈打得有点抬不起头。现在他也受到了来自后辈的挑战，或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最近立明开始疯狂推出新型号，几乎每隔10元就有一款产品，散热器也能有这样的刀法，有一点老黄那味儿了。虽然 AS120价格偏高，不过考虑到它附送的 TLC 风扇和 TF7 硅脂，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在本次测试中，最让人惊喜的就是雅骏的 G3了。作为雅骏在100元级别的散热器市场上打头阵的产品，G3无论是做工堆料还是实测性能，都让人眼前一亮。当然，一开始我也有一点怀疑这玩意真的有这么强吗？会不会是刚好我们买到了大雕体质所以在前面的测试做完以后，我又从别的渠道再买了一个 G3简单的做了和前面那一个的对比测试，最后确认到性能确实是基本一致的，那就可以说是非常不错了如果用的是 Intel 平台的话，还是挺推荐这一款散热器的当然前提是后续不会缩水或者涨价。而对于消费者来说，厂家之间能够有这样的良性竞争是一件好事，这也就意味着能让消费者用上更加实惠性能更好的产品，而不像某牙膏厂那样整天加的。最近也听说九州风神又要出新款的散热器了不过我们测试的时候就还没有发售，所以没有增加进来。希望其他厂家也能够陆续拿出更多的好产品。最后新一轮的电源车又来了。上一次很多人觉得瓦数太大，所以我们这回又谈了一波更加亲民的型号。是全汉的 Hydro GD550电源AT Plus 金牌 DC-DC 单路正12伏全日系的电解电容，5年保修虽然不是模组设计，但是有8+8的 CPU 供电足够带动目前的主流配置，线材长度和质量也很不错。对，没错，就是去年4款400块钱的电源对比评测中虽然看上去用料比较省，但是各项都能神奇达标，能够和振华冰山金蝶550、酷妈巨鲨550对刚的型号。这次的价格会是全网历史最低的330元到手。扫描屏幕上面的2维码到全汉的淘宝直营店注意不是京东，也不是我们的店铺，联系客服报暗号一王666或者是肥仔996就可以领取到相应的优惠券。这波车会持续到5月8号晚上24点止最近有电源需求的同学不要错过了哦。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了。如果对你有帮助，记得点赞和评论支持一下。如果想了解更多的搞机技巧和数码资讯的话不要忘记点一个订阅。那么下次再见，我是一王，拜拜。